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款咸甜交错、口感丰富的超美味肉松蛋糕卷儿。在制作之前，我们先预热烤箱到170摄氏度。做蛋糕，我们最好选择味道不重的油，比较推荐玉米油。加入低筋面粉，这个配方我们使用粉油法，将面粉和油搅匀。因为面粉遇到水才会起筋，和油搅拌并不会起筋，所以这里我们既不需要过筛，也可以画圈搅拌，只要把面粉和油充分搅匀就可以了。加入55克牛奶，先不用搅拌，放到一旁备用。准备4个鸡蛋，平均带壳60克一个，不要太大或太小。分离蛋清和蛋黄，蛋黄加入到刚才的面糊中，而蛋清放到一个干净无油的大碗中。分离蛋清最好在一个单独的小碗中进行，以免把蛋黄打破在装有蛋清的碗中，毁了一盆已经分好的蛋清。蛋清中一旦混入过量的蛋黄，会打发不起来。将蛋黄和面糊搅匀，用蛋抽用力将底部沉淀的面粉糊搅起来，以免拌不匀。这里最好用机子型的搅拌手法，来避免面粉起筋。面糊起筋，蛋糕卷出炉容易严重回缩。因为不同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如果你的蛋黄糊偏浓稠也没有关系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蛋清中加入少许白醋或者柠檬汁，可以帮助稳定蛋白霜。用电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，当看到蛋清出现鱼眼状大泡泡的时候，加入1/3的细砂糖。糖分次加入，可以溶解得更充分。如果你遇到打发蛋白相关的问题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发过的打发蛋白的专题视频，寻找原因。当看到蛋白霜开始出现纹路之后，转为中低速打发。降低速度，一方面能够让蛋白霜更加细腻，去掉高速打发时产生的大气泡，另一方面也是能够掌握打发的程度，避免一不小心打过头。时不时停下检查一下状态。当提起打蛋器，打蛋盆中的蛋白能够立起来，但是尾部形成大弯钩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湿性泡泡状态。制作蛋糕卷，蛋白打得太硬，蛋糕在卷的时候韧性太强，容易开裂。而如果打发不足，后面搅拌的时候非常容易消泡，导致蛋糕无法膨胀起来。将1/3的蛋白霜加入到蛋黄糊中，用刮刀翻拌均匀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融合两者的质地，使蛋黄糊更容易与其余的蛋白霜拌匀。拌到颜色均匀，没有黄色条纹就可以了。倒入到余下的蛋白霜中，用刮刀翻拌均匀，将刮刀伸到底部，刮到碗底，再把底部的面糊翻上来。转动盆子，再重复同样的动作。这一步切忌画圈搅拌，不然面糊会消泡，导致蛋糕膨胀不起来。可以像我这样刮一刮碗底，避免有蛋黄糊沉淀，出现拌不匀的情况。面糊拌不匀，蛋糕卷在烤制的过程中容易鼓大包。拌到颜色质地均匀就可以停下了。这时候面糊还是比较浓稠的状态，看起来也比较细腻，没有气泡。我的烤盘尺寸是28×28厘米的，底面积是784平方厘米。只要你的烤盘底面积和这个差不多，都可以制作。底下垫上油布或者烘焙纸防粘。将面糊从高处倒入到烤盘中，这样大气泡会在碗壁的边缘破裂。转动烤盘，让面糊分布均匀，然后轻震烤盘，震掉面糊中的大气泡，并且帮助面糊分布均匀。最后均匀地撒上切细的葱花，还有肉松。大块的肉松要把它掰碎一些。将蛋糕送入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。注意放置时尽量要保持烤盘水平，避免面糊都流到一边去了。上下火170摄氏度，烤25分钟左右。蛋糕出炉后，在桌子上震几下，震出里面的热气，防止严重回缩。在上面盖一张大一点的烘焙纸，将蛋糕连同烤盘一起翻过来，将烤盘取下，小心地揭下油布，然后再将油布盖回去。上面盖一个网架，再小心地将蛋糕翻过来，正面朝上。将烘焙纸松散地盖在蛋糕表面，给蛋糕保湿，但是注意不要贴到蛋糕，否则蛋糕晾凉时产生的水汽会让蛋糕皮粘在烘焙纸上。将蛋糕晾凉至不烫手，
但还稍微有点温度时，就可以夹馅卷卷了。蛋糕要趁温热的时候卷，否则在卷的时候容易开裂。将蛋糕翻回到底部朝上，切下两端的蛋糕边，防止卷的时候开裂。底边也垂直切下来，而上边要像这样侧着切下来，这样可以更好的贴合蛋糕卷。抹上美乃滋沙拉酱，再均匀的撒上肉松，尾端可以留一点不放肉松，这样方便接口贴合。卷蛋糕卷可以借用一个擀面杖，放到烘焙纸底部，将烘焙纸提起来，用手指帮助蛋糕卷起始端卷进去，再借用擀面杖将蛋糕卷起来。最后，一只手固定擀面杖，另一只手拉动烘焙纸，把蛋糕卷卷紧，将蛋糕卷的方向调整一下，使接缝处压到底部，防止它散开。将烘焙纸松散地盖在蛋糕卷上，防止蛋糕皮粘在纸上。小心地转移到烤盘中，可以用擀面杖压住烘焙纸，防止散开。放到冰箱冷藏定型之后，就可以切开享用啦。蛋糕松软绵密，搭配上香滑的美乃滋酱、脆脆的肉松，还有葱花的香气。比起甜味的奶油蛋糕卷，肉松蛋糕卷咸甜交错，口感丰富，香气四溢，更让人欲罢不能啊！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